大家好，我是毛毛。今天我们来做一块无需装饰别自带美颜的可可旋风蛋糕卷。当你做普通的蛋糕卷做的没有新意的时候，不妨尝试一下这个旋风蛋糕卷。只要简单的增加2个步骤，就可以搞定一个旋风的纹路。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制作的原料有哪些。首先鸡蛋，我一般都是用冷藏的鸡蛋做7分类的蛋糕。可可粉、摩卡粉和一点竹炭粉，竹炭粉可以增加这个可可粉的颜色。一点色拉油，不要用有味道的油。白砂糖、低筋面粉、冷藏或者室温的牛奶都可以。我们准备好模具。视频中的烤排尺寸在西方的超市非常普遍，所以我拿它来作为演示。烤排底部稍稍抹一点油，让油脂更加服帖的栽牢。我今天没有用油布，是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用油脂有哪些弊端。可可粉的混合物中加入2倍重量的热水，搅拌成细腻顺滑的可可粉糊，放在一旁备用。光用可可粉做出来的蛋糕卷会有一点点偏苦，所以我一般会往里面加入一点咖啡粉，摩卡的味道比较香醇一点。我们准备2个盆，一大一小，开始分离蛋白和蛋黄。视频中所用的鸡蛋蛋壳在62克左右，所以说蛋黄一般是18克，蛋白是37克左右。如果你的鸡蛋蛋黄偏小，或者是蛋黄偏大的话，要根据大概这个重量来调整你所用鸡蛋的个数。如果蛋白的比例摘得过大的话，做出来的7分蛋糕或者蛋糕卷有可能会开裂。蛋白如果开得特别水，蛋黄也不是整个的，那说明你的鸡蛋就有点不新鲜了。蛋黄中先加入牛奶、色拉油，把筛子搅拌，让它乳化均匀。如果您不能确定什么是乳化均匀的状态，那就可以多搅拌一会儿。搅拌到表面看不见油分子在上面漂浮着，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开始筛入低筋面粉，用手抽把面粉跟蛋黄糊搅拌均匀。这里可以用 Z 字形或者自己比较顺手的手势都可以。哪怕你画圈搅拌也没有问题，这里的关键是要把面糊搅拌到细腻顺滑，看不见面粉颗粒。因为我们用的是低筋面粉，我们手动的力量是很难让面粉出筋的。最后的面糊是非常细腻顺滑，滴下去会有稍稍的痕迹就可以了。为了让烤出来的旋风图案更加清晰，蛋糕的组织更加细腻，把蛋黄糊过滤一下，去除里面的大气泡或者可能夹杂的面粉颗粒。你也可以省略这一步，但是过筛完的面糊会细腻很多。我们取出在冰箱里面冷藏放置的蛋白，加入几滴柠檬汁，用打蛋器的最高速迅速的把蛋白打散。当我们看到蛋白的表面有大的气泡和小的气泡一并存在的时候，我们往里面加入1/3的砂糖。加完第一次的砂糖之后，把打蛋器调回中高速，开始非常有规则的打发到这样滴下去有痕迹，大概就是偏湿性的时候，我们加入第2次砂糖。打发蛋白的时候，可以把打蛋器放在8、9点钟的位置，然后左手不断的转动盆，这样的话裹进去的空气会非常的均匀。打发蛋白的时候，切记不要一直用高速打发，一来的话打发的蛋白非常不稳定，二来冲进去的气泡非常的不均匀。当蛋白表面滴下去痕迹非常明显，看不见任何小小的气泡，就已经是偏湿性阶段了。我们加入余下的1/3的砂糖，继续用中高速有规则的把蛋白一直打发到软分的状态。当打蛋器划过这个蛋白的表面出现的波浪纹非常明显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检查蛋白。这时候的蛋白拉出来是一个小歪钩，在盆里是一个小歪钩，在打蛋器的头上是一种往下垂的状态，不是特别力挺。如果是非常力挺的话，那就已经打过了，做蛋糕卷就非常容易开裂。我们把打蛋器调回低速来整理一下蛋白，这样的话可以打散里面冲入的大气泡，让整个蛋白更加的细腻顺滑。
我们看一下最后的带白的状态。取出刚才放置一旁的带黄糊，重新用带抽给它搅拌顺滑。加入少许的带白，先和带黄混合均匀。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调整带黄糊的浓稠度，这样的话两者的浓稠度非常接近，后期搅拌的话也会更加方便。搅拌到看不见带白之后，我们就把带黄糊倒到剩余的带白里面，继续开始翻拌。翻拌带白跟带黄的时候，可以把盆想象成一个时钟，让刮刀从2点钟进8点钟出来的时候，刮刀一定要触及到盆的底部，这样的话可以把底部的面糊翻拌上来，可以快速的把两者混合均匀。混合好的面糊，我们拿出刚才装带黄糊的盆，往里面称入180克左右的面糊，加入刚才调好的可可粉的溶液，用同样的手势把两者翻拌均匀成一个可可粉深颜色的蛋糕糊。同样如法炮制，如果你想做抹茶旋风卷或者红丝绒旋风卷，只要把这个可可粉换成抹茶粉或者是别的颜色的粉就可以了。装入标花袋备用。我们把蛋糕面糊放在烤盘里面开始烘烤，记得每次做蛋糕时候一定要提前预热好烤箱。我们用刮板把表面刮平，从左到右非常有规则的挤上刚才拌好的可可粉的面糊。也许你说我可以把这个面糊直接倒在这个蛋糕面糊上用刮板刮，其实这样的话没有这个方法好，因为那样直接倒的话，你刮的时候会把可可面糊刮的就是厚薄不均匀，这样的话卷出来的旋风的话它就没有规则了。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这样一条一条的给它挤满在这个原味蛋糕糊的表面。稍稍刮平整之后，我们用手指直接触到蛋糕糊的底部，一定要触及到烤盘，然后从左往右这样画 C 字形，一直画到整个烤盘的末尾。一定要把手指直接戳到底部，然后呈45度角左右，把烤盘调转一个方向，用同样的角度45度斜着戳到蛋糕面糊的底部，重新这样画 C 字形。进入之前，我们继续把表面的面糊给它刮平整。我们放在烤箱的中层175度烤25分钟左右。视频中这个蛋糕卷角落上表面有一点点的开裂，是因为烤箱的温度不均匀，但是呢它不影响你卷起来它是不会裂的，只是表面的皮会有一点点开裂。这种情况你可以稍稍降低烤箱的温度。用油纸烤出来的蛋糕卷，它的底部是没有毛巾面的，如果你要做反卷的话就非常不推荐，用油布烤出来比较容易出毛巾面。切掉蛋糕卷的两头，这样有助于一会儿把蛋糕卷卷起来，方便定型。内侧抹上一层薄薄的杏仁果酱、橙汁果酱，橙汁的味道跟可可的味道比较搭配，或者是自己喜欢吃的淡奶油也可以，只要薄薄一层就可以。擀面杖插在油纸的底部，稍微往前折一下，形成一个圆柱，作为一个滚动的核心，这样的话一次性带过去，把蛋糕卷给它卷起来。用油纸烤的另一个弊端就是它的边缘会比较干，这样的话卷起来的话就比较容易开裂。我们看一下两头都是会比较裂一点，用油布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些稍微裂开的地方给它切掉。一个切开有惊喜、无需额外装饰的可可旋风蛋糕卷就做好啦。绵软的蛋糕卷中夹杂着可可的香气，看着又特别的让人心情愉悦。
今天我们的可可旋风带膏卷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记得在底下给我留言。也期待看到你稍微调整做其他口味的旋风带膏卷。以后我也会推出一系列的怎么稍作调整，让带膏卷无需额外的装饰，就可以做出各种不同造型又非常好看的带膏卷。那如果喜欢我的视频，那就订阅或支持我的频道。你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那我们下次美食视频再见哦，拜拜。